生完孩子后，我产后抑郁，一向大男子主义的老公却主动辞职，做起了家庭主夫，还请了个育儿嫂，说自己马虎，怕一个人照顾不好孩子。可我却看到他双手在女人的上半身游走，我生气质问，他反而理直气壮，人家小雅也有孩子的，要不是你母乳不够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人家好心怕咱女儿饿着，你内心也太龌龊了。我总觉得不对劲，直到婆婆说漏嘴，我听到他们说要吃我绝户养她孙子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个所谓的育儿嫂真的是生了个老公的儿子。既然他们无情，那就别怪我把他们送去吃牢饭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提前下班后，我本想早早回家给老公一个惊喜，一推开门，却看见老公双手在别的女人身上摸来摸去，脸上还是一副艳足的表情，而被摸的女人则一脸娇羞。那个女人是我家的育儿嫂徐雅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一声质问，吓得两个人立马分开，保持距离。见到是我，老公脸上的慌乱只一瞬便消失不见。他冷静地说：“你吓我一跳，怎么也不敲门？”我冷笑：“敲门就碰不到你们的奸情了吧？”听到我这么说，育儿嫂小雅的脸上一阵羞愤，她紧咬嘴唇，泪光连连。老公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奸情？我刚刚是在挤母乳，要不是你奶水不够，我又怎么会求助小雅？小雅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人家好心帮忙，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？也不怕伤了人家的心？”我看着一边放着的奶瓶，疑心消失了一大半。婆婆听见嘈杂的声音，急忙出来，看到我之后，她紧皱眉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你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的？”小雅委屈巴巴地说：“是我不好，我只是看彤彤没奶吃了，家里奶粉也没有了，所以让张岩哥帮我挤一下，没想到让陈姐误会了。”婆婆横我一眼，她把小雅拉到身后，厉声指责我：“你整天忙得不着家就算了，人家好心帮你看孩子，你什么态度？小雅对孩子什么样，我看得清楚。你给小雅道歉。”我看着婆婆这副护犊子的模样，只觉得内心一阵悲凉。我当时怀孕的时候，在外面跟别人起了冲突，那个人插队还骂我，婆婆却让我息事宁人。我执意要追究，她却说我斤斤计较。我不服气，那个人那么用力地挤我，万一我没站稳，孩子有什么问题，她负得起责任吗？婆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反正是个丫头片子，活不下来就是命不好呗，那能怪谁？看着眼前为徐雅出气的婆婆，我只觉得一阵心酸。什么时候她这么护犊子了？要不是老公的动作实在是太亲密，我又怎么会误会？如果只是帮忙，更有经验的婆婆不能帮忙吗？为什么非要她一个大男人帮忙？又为什么两个人露出那样的表情？我内心的疑惑越来越大，表面上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徐雅还在一边抽抽搭搭的哭。我直奔卧室，想看看女儿的情况。别过去！婆婆激烈地叫了一声，想阻拦我。什么意思？难道女儿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一把推开婆婆，着急地冲进卧室，只见女儿躺在小床上，睡得香甜，确认女儿没事，我提起的心才渐渐放下。只是为什么婆婆的反应如此激烈？难道是发生了什么？看我直勾勾盯着她，她眼神不自主地乱飘，嘴上却还是指责我的不是。你那么大动静，要是把孩子吵醒怎么办？下午张岩和小雅可是哄了好久，才把孩子哄睡着的。我看着婆婆这副模样，心里已经可以肯定有鬼。我面带愧疚，
我这不是上了一天班，想女儿了吗？再说妈，你也太激烈了吧。徐雅这时候在门口替婆婆说话，阿姨也只是担心，我们都把彤彤照顾得很好呢。你也知道，彤彤性格闹腾，这不是怕她晚上闹起来打扰你休息吗？好一个怕打扰我休息！这人说的话，处处把我定在道德制高点。生完女儿后，我得了产后抑郁，每日胸闷气短，不由自主的悲伤难过，甚至一度想要轻生。老公见状，主动提出让我出去工作，他辞职在家当全职主夫。我感动得不行，毕竟老公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思想极重的人，他肯辞掉工作，安心在家带娃，我想着一定是非常爱我。所以当他说想找一个育儿嫂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，也同意这件事全权由他负责，到时候给我过目看一下就好。老公当时开心地抱着我转圈，他向我承诺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女儿。老婆，你在外面安心工作，主要是我太笨手笨脚了，请一个育儿嫂来，我也可以学习学习经验。到时候要是有了二宝，那我不就更得心应手了吗？我当时娇嗔地骂他，这才生完彤彤多久，你就想着要二胎了？现在想想，恐怕是因为有更大的利益吧。要不他这样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？看着女儿熟睡的脸，我下定决定，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晚上起夜上厕所的时候，我看见里面亮着灯，转身打算去另一个卫生间的时候，我听到里面传来讲话声。老公小声地说：“吓死我了，今天差点就被发现。”谁知道他提前下班回来了。婆婆提醒他，下次可别这么明显了，糊弄一次就够了，第二次他就不信了。生个死丫头片子还当宝供着，你可得加把力。我孙子必须得过得更好。什么孙子？难不成张岩有外遇了？我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，老公没多久回来，躺在我身边，很快他就打起了呼噜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婆婆说的孙子。我跟单位请了一天假，没跟任何人说。老公今天带着徐雅一起出门了，我默不作声地跟在他们身后。只见他们手挽手进了商场，两人有说有笑。我拿出手机给老公发了条消息：“你在干嘛呢？我看看女儿。”很快，老公的消息就回了过来：“女儿睡觉了。我在外面给女儿挑选婴儿用品，我一定得挑选高品质的，我们的女儿值得最好的东西。”要不是看着他带着徐雅进了男童生活用品区，我就信了他的鬼话。好，卡你随便刷，女儿的东西一定要用最好的。老公回了个收到的表情。我继续跟在他们身后，只见徐雅拿起一套变形金刚模样的玩具，她眼睛亮晶晶地对老公撒娇：“你看这个玩具，小杰肯定会喜欢的，就是有点贵。”那套玩具价值4999，一般家庭还真的买不起。老公的工资只有不到5000，而我却月入10几万，这也是当时老公愿意让我出去挣钱养家的原因之一。老公大手一挥，就把那套玩具扔进了购物车里。什么贵不贵的，咱们儿子当然要用最好的。徐雅听了，高兴地依偎在老公怀里，还是你最好了。我在一边听的简直要吐血。他们的儿子合着是吃我的、喝我的、住我的，最后还花着我的钱养别的女人和私生子。徐雅在男童区选了一堆玩具和衣服，款式也都是当下小男孩最潮流的款式。结完账后，老公体贴地把她带到了化妆品区。你看你整天照顾小杰，都劳累了不少，买点好的补补。徐雅娇羞点头。我看着手机上一大串的账单，
气不打一处来。买了那么多东西，全是给私生子的，现在又要用我的钱哄别的女人开心，我不发火，真当我是软柿子呢呀！想到这，我直接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，主动跟老公打招呼。好巧啊，这都能碰到。两个人挽着的手臂瞬间松开，徐雅尴尬地站在一边，我装作没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上前揽住老公的手臂。听你说给女儿买东西，我想着你也好久没有新衣服了，就想着给你买几件，没想到还碰上了。老公不自然地把购物车挪了挪。是啊，真巧。我假装好奇地翻购物车里的东西，我看看你给女儿买了什么，这怎么都是小男孩的东西，还不便宜呢。老公总不能说这是他给他儿子买的。徐雅这时候干巴巴地笑着接话，这是我给我孩子买的用品。严哥说想跟我学习一下怎么选用品，所以我就先带着他买了我孩子需要的东西。老公急忙点头，对对对，小雅她这方面有经验，所以我想学着观察。我点点头，状似无意道：哦，对了，老公，我手机上账单突然支出了好多钱，但是你不是还没给女儿买吗？徐雅紧张地说：那是我借严哥的，嫂子，我今天出门没带卡吗？所以就先让严哥帮我垫付一下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温柔地对他笑着。看来小雅对孩子很好呢，我相信她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。说完之后，我又假装苦恼，不过这欠债还钱，有个字句更好。我也不是针对你，小雅，这每个问我借钱的人，我都这样。这样吧，你回去跟我签个字据，行不行？毕竟这也不是个小数目了。我说的确实是不错，他刚刚买的那些东西都要大几万，凭他一个月7、8千的工资，也要攒小半年。眼看徐雅气的脸都红了，却只能咬牙切齿的假笑。应该的，陈姐说的对。我心满意足地逛着超市，带着他们两个去了母婴区，给女儿选了一大堆最好的用品。结账的时候，我看到徐雅脸都气得青紫。买完东西，我说我有事还要回公司，老公和徐雅假笑着目送我离开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偷偷在老公外衣口袋里装了个迷你录音笔。我一离开，徐雅立马垮了脸。她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更喜欢你儿子还是闺女？老公急忙哄她。我当然喜欢儿子，哎，你就忍忍吗？要不是他有钱，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你放心，到时候这都是咱儿子的。我听着内心冷笑，这一切只能是我和女儿的。婆婆这个时候打来电话，这死丫头又醒了，你俩逛完没有？吵死人了。徐雅一脸不耐烦，上次的安眠药不是还有吗？给她掰半片泡水喝了不就行了？老公有点担心，上次就给她喝的这个，万一到时候喝多了出事怎么办？陈岩那边我不好交代。婆婆不屑一顾，随便，一个丫头片子，傻了就傻了。行，你们两个逛完赶紧回来，到时候下班被她发现就不好了。原来女儿乖巧睡觉的景象，竟然是他们为了她安眠药。怪不得那次我要去看女儿，婆婆急着阻拦，是怕我发现安眠药吧？我内心一股怒火，又觉得十分心疼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是我不负责任。看来我不能坐以待毙了。晚上回家，我把要走的徐雅留下吃饭，她一头雾水地看着我，我忽视她和老公的眉来眼去。饭桌上，我严肃地说，我又找了一个育儿嫂，减轻徐雅的负担。话音未落，就遭到了他们3个的强烈反对。再来一个人，肯定会影响他们和谐的一家3口。婆婆一脸不满，你钱多的没地方花是不是？都有小雅了，还找什么？
徐雅则是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，她哽咽着说：“陈姐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工作能力？但是我的能力，严哥和阿姨都看在眼里的呀。”我心里冷哼，你的能力就是给我女儿喂安眠药是吗？老公也想劝我，我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怎么会？我这不是怕小雅一个人太辛苦吗？我也知道你能力可以，你放心，你的工资1分都不会少。”徐雅张嘴想说什么，我直接打断她：“再说我完全有这个能力，我的钱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，我已经找好了，就不麻烦你们费心了。跟你们说呢，是通知你们一声，不是让你们干涉我的决定。”见状，他们3个也只能有气往肚子里憋。新的育儿嫂是我10几年的发小，我自然是信得过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跟这个渣男离婚，我要他净身出户，身败名裂。发小接管彤彤的生活起居之后，我彻底放下心来，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收集老公出轨的证据。为此，我还在家里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这天，我正在公司加班，接到发小的电话：“妍妍，我这边有点急事走不开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接一下子安，在星火幼儿园，麻烦你了。”发小的儿子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都帮我照顾彤彤了，这点小忙我肯定要帮的。我直接应允下来，却没想到在幼儿园门口碰见一个老熟人。放学时候，幼儿园门口人来人往的，我站在原地四处寻找着李子安，突然看到我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我老公张岩吗？旁边的是徐雅，他们2个依偎在一起，从别人眼里看来，还真是一副伉俪情深的样子。陈阿姨，我在这。李子安兴奋地朝我跑来，我连忙牵起他的手，怕他乱走。小孩子生性活泼，叽叽喳喳个没完。我带着他走到张岩身后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谁呀？”他不耐烦地回头，看到是我之后，又急忙像鹌鹑一样缩着脖子，立马把徐雅推开：“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来接子安啊！”我皮笑肉不笑，刚想问候他几句，就听见一声清脆童音：“爸爸！”一个小男孩兴冲冲地跑过来，扑到张岩的怀抱，抬头看到徐雅，他又甜甜地叫了声妈妈。原来这就是他的私生子，还真巧啊！张岩的脸都黑了。李子安好奇地问：“陈阿姨，你家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小弟弟呀？我怎么没见过？”我冷着脸：“我也没见过。”老公急忙把小孩子推到一边，极力撇清关系：“你是谁呀？可不要乱认爹呀！”徐雅也一脸慌乱，她把孩子扯到自己身边：“不要乱喊，他不是你爸爸。”老公紧张地解释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说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跑过来喊我爸爸。我看着他们2个人个一唱一和，眼双黄，都不忍心戳穿了。”这时候，小孩子像是感知到什么，突然哇哇大哭起来：“呜呜呜！爸爸不要我了！爸爸不要我了！”张岩更慌张了，他恨不得捂住孩子的嘴：“你别乱说，我不是你爸爸呀！”喧闹的声音很快吸引了学校的老师，老师皱着眉头走过来，看到孩子在地上哭，他立马训斥道：“徐杰爸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你这么不管孩子的吗？”这下张岩彻底无话可说，他张嘴想解释，却发现是徒劳。我淡淡一笑：“老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家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不就读于这个学校。”老师疑惑地挠挠头：“不对呀，我记得就是他，他不是徐杰爸爸吗？每次都是他和这位女士一起来接孩子的。”徐雅见提到他急忙说：“不是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在严哥家当育儿嫂的，我老公在外地，严哥偶尔会帮我接送孩子，所以你可能误会了什么。”
老师还是一副狐疑的表情，他同情地看着我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这是我老公的私生子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回去吃个饭吧。徐雅赶忙摆手，说自己还有事，孩子也要写作业，婉拒了我。我只把老公带走了。一路上，他支支吾吾，好像想跟我解释。我贴心地说：“我相信你，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用跟我多说。”我相信个屁！你等着净身出户吧。回家之后，老公难得的对我殷勤。饭桌上，老公看着我欲言又止，不停地给我夹菜。我放下碗筷，看着他：“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，没必要这样。”见我如此直白，老公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：“老婆，我想给咱全家买个保险。”我挑了挑眉：“什么保险？意外险啊什么的？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我这不是看我同事他妈突然生了重病，没钱治，所以总觉得心慌吗？看我不悦，他急忙找补。我看不是想买保险，是想套我保险的钱吧？要不是我用针孔摄像头听到他们说要带我去爬山，然后给我买意外险，我还真信了他未雨绸缪的鬼话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买，当然要买，给咱全家都买一份吧。有你这么事无巨细的老公真好。”张岩见我这么爽快的同意，还有点惊讶，接着他又积极地把吃剩的碗筷刷了，装模作样的对我嘘寒问暖：“老婆，你最近工作很累吧？要不要去放松一下？”我接过他的话头：“那就找个时间去按摩一下吧。”我也确实是有点累了。他却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：“不能去按摩。”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一脸尴尬。我这想的是我们去爬山吧，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。老公不停地哀求我，看起来像是他累得要命，要去换换心情。我点点头：“行，你和徐雅看孩子也辛苦了，那就周末吧，我们一起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能干出什么事。”晚上，老公和婆婆又在卫生间窃窃私语。我躺在床上，打开手机的监控摄像，只看见婆婆一脸奸诈的得逞笑容：“这个保险可以赔偿200万呢，这不赚大了？”老公也满脸欣喜：“到时候这车子房子全是我们的。哦，对了妈，我现在给咱全家买个保险。”婆婆却挥挥手：“不用，就给他买一份就行了，这玩意儿多膈应人，不吉利。”张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遵从了他妈的意见。这一家子人吃相也太难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到时候出什么意外了，他可别后悔。想到如此，我立马把我名下的财产转移到了我爸妈那里。老公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，我立马装睡，就等去爬山的那天了。出发前夕，我把彤彤托付给了发小，就婆婆那个样子，我恨不得带她一起去，但是她非说自己要在家看孩子，估计是怕张岩一次不成功，出什么意外，我也不强求。开车去的时候，张岩和徐雅坐在后座，表面上正正经经，实则我早就看到张岩的手伸进徐雅的裙子里了。狗男女，当我的面还这么目中无人。不得不说，这男人找的山还真是高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附近都没什么人了。徐雅累得气喘吁吁，但还是不说一声放弃。毕竟这可是他们策划弄死我的好机会。我瘫倒一边，状似无意道：“张岩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好累，爬到山顶，估计我人都累死了。”陈姐，你这就不行了，还是得锻炼锻炼。看我就一点没事。徐雅浑身已经大汗淋漓，T 恤都被汗湿贴在身上，露出她的身体曲线。有几个路过的猥琐男目光一直直勾勾粘在她的身上。张岩默不作声地挡在她面前，隔断那些人的视线，向着她说话。
对呀，老婆，这都一半了，半途而废可不好，加油！等到了山顶，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听说山上的风景和空气特别好，我心里冷笑，嘴上撒娇说：“你背我吧，我真的累得走不动了。”张岩下意识为难地看了徐雅一眼，我很快捕捉到追问：“你看小雅干什么？她刚刚不是说她还可以吗？”张岩心虚地摸摸鼻子，做事的半蹲着，我也毫不客气，爬上他的后背，总感觉有一股寒意的目光紧盯着我。爬到山顶的时候，张岩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，我倒是乐在其中。看到徐雅小跑着一路给他喂水，我打趣道：“小雅好贴心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老婆呢。”徐雅喂水的手顿在半空中，我笑了笑，我开个玩笑，小雅你看你吓得。听我这么说，徐雅也笑起来。陈姐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会对严哥有想法呢？没想法都能滚到一张床上，那有想法还得了？我也没拆穿他。张岩兴致勃勃地让我站在山崖边，说给我拍照。老婆，你快站过去，我给你拍美照。他让我背对着他们，双手高高举起摆动作。我刚站好，下一秒就感觉一股很重的力道从背后传来，徐雅恶毒的声音响在耳畔：“去死吧你！”我惊恐地回头，看到老公在一边露出得逞的笑容。我双手来不及抓住东西，整个人就被丢在半空中，眼看着上面的人影越来越模糊，直到看不见一点。我平安地落到下面的救生垫上，拿出手机，我打了个电话：“录到了吗？”“肯定的，高清无码。”“陈姐你放心。”我伸展了一下身子，这下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辩解。张岩一个人在山顶自导自演，他先是在山崖边探头看我有没有被挂在半空中，确认我是彻底摔下去之后，开始他精湛的演技。一个大男人嚎啕大哭，就连徐雅也在一边为之动容地哭红了眼。周遭人被吸引过来，纷纷报了警。旁观者都在唏嘘：这么年轻就死了，太可惜了。这男人都哭成这样了，真是个情种啊！听到他们这些话，我忍不住想笑。这男人还真是会装。警察来了之后，立马封锁了整座山。张岩回家之后，兴高采烈地跟婆婆汇报这个消息：“妈，他死透了，这都3天了，警察还没找到尸体，就算没摔死，也肯定饿死了。”她笑得眼两边的褶子都能夹死100只苍蝇了。婆婆也心花怒放，她直接做了一桌子好菜，还让徐雅把私生子带了过来。发小着急地说女儿哭了，那一大家子人却像聋了一样。张岩想起身去卧室看看女儿的情况，被徐雅一记眼刀瞪了回去。一个死丫头有什么好照顾的？你亲儿子在这也没见你这么殷勤。他翻了个白眼，嘴里还在咒骂着：“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喂点安眠药啊！吵死人了！会不会干活？明天就辞了你。他死了，我看谁还护着你。”婆婆对这一切熟视无睹，亲热地给她孙子夹菜，脸上要笑出花来。发小被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，急匆匆跑到屋子里把孩子哄睡着。第二天，徐雅醒了就催发小收拾东西，赶紧卷铺盖走人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这个赔钱货也带走吧，在家里我看着烦。发小把女儿放在沙发上，转身回房间收拾东西。女儿乖乖地在沙发上不哭不闹，看得我心都要化了。徐雅5岁的儿子走到沙发旁边，手直接伸向女儿的脸，另一只手还拧着女儿的耳朵。婴儿的肌肤本来就脆弱，女儿耳朵现在更是高高肿起，疼得女儿哇哇大哭。婆婆被哭声吵醒，面带怨气地走出来，看到私生子后又喜笑颜开：“
挨我孙子就是有劲儿，长大后说不定是个大力士呢。我看的心都揪起来了。发小听到哭声后，立马出来阻止了他的动作，没想到他却瘫坐在地上大哭：坏阿姨，坏阿姨，欺负我！妈妈让他滚！小孩子不停地哭闹，甚至上前来咬发小的腿。发小脸色十分难看，他带着彤彤出门后，去了我事先给的地址，那是一个私人别墅。我想他们在那里度过半个月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而这一家子吸血鬼，不把他们报复到死，真是难解我心头之恨。这一星期以来，这个家就像是我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我在别墅看着监控里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面，内心都恨不得亲手把他们几个撕碎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才是第三者呢。我回家那天正好是徐雅的生日，张岩开心地给她准备了一个大蛋糕，还叫了好几个好朋友来家里庆祝。张岩的朋友开门见到我后，表情明显凝固在脸上。谁呀？你怎么开门开这么久？赶紧去给你嫂子敬酒，说生日快乐呀！只是当张岩走到玄关的时候，他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鬼呀！救命啊！下一秒，他的尖叫简直要穿破云霄。我歪着头看向身后的警察，神情无辜。他们为什么见到我这个反应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警察的极力证明下，张岩彻底相信了我失忆的事实。只是徐雅和婆婆对着我永远没好脸色。我小心翼翼地问张岩，这个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还有妈妈，为什么他们老是瞪我？张岩只好糊弄我，他为了撇清关系，非说徐雅和他兄弟才是一对。那天也是因为是兄弟女朋友，所以他才喊嫂子，让我别误会。我信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装的。看着张岩试探的样子，我只好笑着点头表示理解。只是张岩可能以为他是随口胡诌，但是徐雅和他兄弟还真的有一腿。这还是那个幼儿园老师李倩告诉我的。她同情我被出轨的经历，委婉地告诉了我私生子的血型和张岩的血型根本不匹配。为了证明自己说话的可信度，我硬是被迫听了李倩3个小时的解析和推理。天杀的，谁让这么一个生物博士为爱发电去当幼师去了？知道这件事后，我没有声张，这可是我要送给他的大礼啊！让他知道他心心念念的儿子竟然不是自己的种。某人自以为自己聪明绝顶，其实脑袋上早就顶了一片青青草原。发小适时把彤彤送了回来，我寸步不离地精心看护着。这段时间，我安静地在家扮演着失忆后温柔妻子的形象。终于等到他们按捺不住，他们2个出轨互搞，还有他儿子虐待我女儿的视频，我已经拍了好几个剧，到时候直接锤死他。一丘之貉又开始狼狈为奸。深夜，我听到外面窸窸窣窣的响声，旁边没有呼吸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在监控里，张岩和徐雅愁眉苦脸的。他竟然没死成，反正都是个傻子了，到时候偷偷把他弄死在郊外，谁也不知道。徐雅眸光一闪，她偷偷地凑近张岩耳边，悄悄说了些什么，我听不见，只看见张岩紧锁着眉头，强硬地拒绝了。2人像是发生了什么争执，场面一度很激烈。最后徐雅大获全胜，她微微扬起嘴角，严哥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啊。第2天一早，张岩早早起床去上班了，家里就我和婆婆2个人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接到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凶狠的声音响起，告诉你，你孩子已经被我们绑架了，不给500万就撕票。听筒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
像是遭受了什么非人的折磨。我慌张地把听筒对到婆婆耳边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，有人把孩子绑了，怎么办呀？救救他！”婆婆一脸不在乎，啐了一口唾沫，大惊小怪什么？都怪你没看好孩子啊！小杰，怎么是你？小杰！惨叫声此起彼伏，听得人心像是被拧成了麻花。我愣神，不解地问：“什么小杰呀？妈，那不是彤彤吗？”婆婆急着出门，根本不回我的话。她边走边给张岩打电话，可惜都是无人接听。她嘟嘟囔囔：“妈的死崽种，干个小事儿都能干错，还不接电话，急死人了，笑死！昨天晚上他们不是商量好的手机关机，为的就是我联系不到他，好让我一个人去吗？”叔弟一道锐利的目光紧紧锁着我，你穿上衣服跟我一起去。我紧紧跟在他后面，他急得像火炉上的蚂蚁。徐雅和张岩都联系不上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报了警。而我垂在身体两侧的手不自觉地颤抖，内心战栗，还想反将我一军，等着自投罗网吧。到达那个废弃仓库的时候，婆婆满脸的担忧，我安慰她，她却把我推到门口：“你先进去。”我一推开门，就看见一个黑衣人手里拿着枪，旁边的椅子上绑着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一见到我就嚎啕大哭，他满脸红痕，就连身上也全是青紫淤青，感觉应该是被人打了一顿。我的乖孙啊，谁把你绑的？凄厉的声音响起，婆婆忍不住想跑到前面去把她的孙子赶紧解救出来。我立马拉住她，她有枪。婆婆立马在原地站住，她好声好气地跟黑衣人谈条件：“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那是我孙子啊，麻烦你放了他吧，多少钱我都给你。”“没错，就是你孩子啊，钱呢？拿钱放人。”婆婆颤颤巍巍掏出一张卡，我顿时傻了眼，那不是我这么多年的积蓄吗？她把我的钱偷出来救她孙子。黑衣人看到卡，瞬间两眼放光，他要求把卡从地上给他传过来。捡起来那张卡，他翻来覆去斟酌片刻，就在婆婆小碎步跑过去想救那个孩子的时候，一声枪响，孩子的痛哭和婆婆的惨叫同时响起。钱我拿走了，孩子也不能留。婆婆满眼绝望，她抱着血泊中的孙子，哭得抽噎不止。突然，她呼吸越来越急促，浑身抽搐的也倒在了地上。我知道，她这是惊吓和伤心过度之后，心脏病发了。我一脸惊恐的恳求：“求求你，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”黑衣人轻蔑地看着我：“你们都得死！”砰的一声枪响，我闭上了眼，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来袭。反倒是一双温热的手抚上我的胳膊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阿言，幸好我赶上了。”我一回头，发小抱着彤彤朝着我笑，身后的警察早就冲上前去把黑衣人控制住了。婆婆和徐杰也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审讯室里，张岩表示一概不知情，他掩面痛哭：“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事，不然我肯定不会去上班的。老婆，我应该在家保护你和彤彤的。”发小恨不得上去掀开他的脸皮，看看有多厚。我拦住他，走到张岩面前，温柔地说：“我没事，就是妈她心脏病犯了，小杰也中了一枪，但不是要害。”他彻底按捺不住，发疯一样的怒吼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是小杰？我明明……”我抱着手臂平静地看他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操你妈的！你阴我，你就没失忆是不是？你明明只是跟黑衣人说绑的孩子是彤彤是吧？而且还说去换人质的都灭口是吧？”我拿出手机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：“
你看，你说的到底是绑彤彤呢，还是你儿子呢？那天晚上，我猜到他要对彤彤下手。他睡觉之后，我打开他手机，编辑了一下信息。所以今天被绑架的其实是那个私生子。至于不留活口，我也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去的。只要我把这一家子扳倒，发小就可以带着彤彤继续生活下去。出发之前，我给发小发送了我早已编辑好的遗书。如果我死了，我会把所有财产留给他，只要他帮我把彤彤健康快乐地抚养长大。张岩崩溃大喊：“小杰他还好吗？他没事吧？”警察求得我的同意后，带着他去了医院 ICU 看望徐杰。病床上，徐杰奄奄一息，整个人苍白的像纸一样。另一边就是苟延残喘的婆婆。医生说她时日不多。张岩想把所有钱拿出来医治他妈，可惜可流动的资产早就被徐雅卷到自己名下，他动不了。医生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叮嘱：要是当时你们给老人买个保险，也不至于现在拿不出1分钱。ICU 的流水可是很高的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真可惜，当时他可是只给我买了意外险呢。张岩哭着捶墙，他抓住医生的衣服，恳求道：那我儿子呢？大夫，大夫，您不是说我儿子缺血吗？我可以捐，我给他献血。医生皱着眉头，他把男人的手撇开。张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明白你很想救孩子，但是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你的血型和孩子的并不匹配。男人彻底傻眼了，他像是被抽走了浑身力气，顺着墙根滑下去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谁匹配？救救我儿子呀！他还真是蠢呢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把我珍藏许久的 DNA 检测单子扔到他脸上，好心提醒：你和孩子血型不匹配是委婉的说法哦，你兄弟和孩子更配呢。对，就是他一直骗我说孩子是兄弟的那个。张岩没想到徐雅会给自己戴绿帽子，他发疯地冲上来想质问我，立马被后面的人狠狠控制住。他情绪不稳定，去精神病院检查看看。哦，对了，太吵了，扰乱秩序，给他打针镇定剂。泄气人偶般的他被医生拖走，而我跟发小打着视频，看着彤彤安静的睡颜，内心一片柔软。宝宝，妈妈替你报仇了。再次见到张岩和徐雅是在看守所里，张岩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太对，他总是对着墙根自言自语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刚开始警察给他送饭的时候还会劝他，可他直抓着人不松手。你见到我儿子了吗？你为什么绿我？他一拳上去，又多了个袭警的罪名。我赶在他坐牢之前用那些证据和他离了婚，而他和徐雅苟合，还有他想害死我的视频，我偷偷流传到了网上。这些视频出乎意料地上了热搜。张岩和徐雅2个人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。徐雅整个人被人肉到崩溃，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网暴。听说她试图自杀在家里，被发现了。婆婆因为没钱治疗，悄无声息地死在了 ICU。张岩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了15年。入狱那天，婆婆正好下葬。听说张岩哭着闹着，甚至跪下要去看婆婆最后一眼。徐雅也因为自杀而半身不遂了。而我抱着彤彤换了新房子，在新家里，我哄着女儿入睡。恶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的宝贝前途一片光明。这次我一定会好好呵护她，平安长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